今天来开箱的是上个月发售的最有特色的一台 R 魂，也是来自 MSV 的扎古坦克 Sandship， 定价400多的魂线，戴哥也知道通贩肯定是卖不出去的了。更何况之前的绿猕猴还有非常严重的抱肘关节的问题，所以对于这台沙漠羊的素质，我个人还是非常心虚的。OK， 那么废话不多说，一起来开箱看一看吧。开箱就能看到只有简单的一层细塑包装，而屏幕上躺着的就是这400块钱能买到的全部东西了，没有特效件，也没有什么场景互动的零件。相比绿猕猴还贵了1000日元，在骗钱这件事情上，戴哥绝对能出个消费者心理学论文。正式把玩之前还是得先 presetting 一下，把扎古和坦克先结合起来，这里内部是有卡扣的，还挺牢固的。随着雷比尔将军的一句战争正式进入了2阶段，谁能想到雷比尔将军一语成谶？吉翁这边不仅士兵越打越少，前线的 MS 也被打光了，经常缺胳膊少腿，修修补补又继续用。而一开始留给后勤用的一些作业用的 MS， 比如这台一般作业用的扎古，其手脚也成了前线重要的物资零件。以为 MS 可用的吉翁军后勤于是另辟蹊径，以非洲地面部队最先将战损扎古2的上半身与马吉拉坦克的底座拼在了一起，诞生了这个非常经典的型号扎古坦克。没错，这玩意儿的底座就是那个砍掉头还能飞的那个马吉拉坦克。这个灵魂的飞行炮塔头曾是我玩高达 G 世纪的噩梦之一啊！然而失去灵魂又被注入了新的灵魂，替换成作业用机械爪的扎古2和马吉拉坦克的结合，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然而毕竟是组装不是原配，本身扎古的战损情况就都不一样，所以组装出来的扎古坦克也基本都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这样的临时组装也只能发挥出70%不到的性能，所以是不可能被当成主力武器用于上前线的。但作为地球圈内的作业用机却相当的不错，得到了吉翁军高层的赏识，于是各后勤部队也依葫芦画瓢的生产，甚至还给了独立的 MS06V 的正式编号。即使在战后也一直作为后勤机种来使用，你不仅能在0087年的贾布罗基地见到它，0088还跟杰多一行人打过一场。所以也并不是说它真的就不能战斗，当你没有武器的时候，什么东西都能成为武器。你看这次的替换背包就多给了一个加农炮的单元，这一看就是从扎古加农那儿拆下来的，你看这战斗力不就上去了？另外还有3种其他类型的背包，首先是储藏罐的背包，搬运用的货架背包、叉车背包，以及经典的指挥用起重机背包。除了起重机，其他几个都是绿猕猴没有的。而车身侧面的这个有方形挂载点的装甲，则是沿用了老2魂马吉拉坦克的机构，是可以拆下来的。车体前方这个带银色涂装的机枪也是继承的结构，可惜没有什么可动。而绿猕猴这里则是可动的导弹舱。那说到可动，这台扎古坦克的可动可以说是稀碎。首先头部继承了 Anime 扎古的可动性，有一节可以拉出来的脖子的结构，抬头45度，低头30度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老结构了，没有太多可以说的。左右的摆头也是在球冠的20度左右，左右的90度甚至360度的转头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胸甲跟随大臂的前身后摆也是有的，和手臂连接的则是用这种垂直的插入设计。这个设计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碗口的球冠缺口，让手臂能做到接近90度的前伸。肩甲虽然是球冠的连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根部要做一个限位，导致转动的幅度非常的堪忧啊，也不能抬起避让。而且这侧台甚至不足30度的范围，这是什么古早味的机器人设计啊？让肩甲避让也依然是抬不起来的。另外大臂根部的大风车竟然做了一个塑料齿轮关节，这里限位是咋想的？反而大臂根部这360度的平转关节是超级松啊，虚轴这里倒是没感觉会爆轴了，但依然是只有100度多一点的折叠范围。另外这个机械爪只有一轴的可动，另外一轴其实是假的，不过360度的平转倒是 OK 的。腰部连接处给了一个360度的平转转轴，虽然设定上马吉拉坦克的炮塔是不能转的，但扎古坦克肯定是可以转的。另外这里还给了一个炮塔的俯仰轴，可惜只能俯30度，仰则是几乎没有啊。侧面还有2片装甲来保护这个俯仰轴，合理。那我最喜欢的可动还要数这个履带了，是真的可以带着轮子一起转的，而且通过塑料的应力还能产生类似轮子避震的效果。那本体的可动也就是这样了。背包方面，首先这个加农炮是可以放下来打的，毕竟是扎古加农的同款武装。另外就是这个起重机了，首先它是一个4轴的机械臂，不过除了水平的转轴以外，都是垂直方向的转动。不过涂装细节啥的做的还是挺丰富的，挺像那么回事儿。可惜手边没有合适比例的小人站上去做指挥来搭个场景。最后剩下的这俩就是纯纯的2块零件了，没有什么可动。不过这个橙青色倒是选的好啊，虽然没有什么涂装，但看着还是挺精致的。
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这台扎古坦克的全部内容了。这可动就跟松的一样，但毕竟是后勤用的机体嘛，也不像斗狼、钢坦克啥的。你说要高可动去冲锋陷阵的 pose 也不合适。如果有胶牢想买来组个基地的场景，倒还是挺合适的。棱角分明倒也很适合做旧，但作为一台魂线，400多的定价，我想除非是副哥，不然不会这么干的。好了，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大家下次见吧。